宋莲自愿嫁给陈老爷当四姨太，没想到当晚洞房，年过半百的陈老爷给了宋莲一个惊喜。本以为陈老爷新婚夜会草草了事，没想到这晚宋莲的声音直到天亮才静了下来。宋莲以为陈老爷会累死在他身上，没想到刚刚出门洗漱的时间，竟然又和丫鬟燕儿在了一起。宋莲不敢相信老爷的精力会这么旺盛，一点也不输于年轻的小伙，让他震惊不已。面对宋莲的出现，燕儿没有丝毫紧张，反倒在心里乐开了花，扭捏的离开。正是这个丫鬟日后给他带来不少的麻烦，宋莲也让他付出了生命。陈老爷见事情被撞破，开始敷衍宋莲。生气了？有人可早就盼着捶脚。宋莲没想到刚刚过门，丈夫就偷吃，回想起自己大学读了1年，父亲去世，继母看他就是眼中钉，恐怕争夺家产。为此，宋莲心甘情愿给人家做了小。刚进陈府丫鬟燕儿的下马威，让宋莲有了见识，学会了勾心斗角，吃尽了大院的苦头，也让她从一个学生变成了刁钻的女人。本以为初来乍到的宋莲会忍气吞声，没想到宋莲的做法让燕儿和她结下了梁子。你把箱子给我拎进去。燕儿的眼神带着杀气，宋莲也不明白为什么刚刚过门就会招来丫鬟的嫉妒，不过很快她就知道了原因。由于是4房，宋莲的房间在最里面。当他走进房间，发现满屋都是大红灯笼。接下来的一幕让宋莲每晚都向往。只见下人开始在外面点起了红灯笼，丫鬟开始伺候宋莲洗脚，然后盖上红布，由2婶负责捶脚。这时候就知道为什么很多女孩争相恐后的做姨太太。宋莲的不自在写在了脸上。2婶看宋莲的反应，知道还是个黄花闺女，轻声的安慰：慢慢你就习惯了。到了晚上，整个院子灯火通明，红色的灯笼格外妖艳。老爷的到来解开了宋莲的疑惑。女人的脚最要紧，脚舒服了，就什么都条理顺了，也就更会伺候男人了。宋莲端着灯，陈老爷仔细打量着宋莲，经过端详，得到了陈老爷的认可。长相虽然过关了，但是接下来才是硬性标准。杨先生到底不一样。好了，脱衣服睡觉吧。宋莲褪去外衣，躺在婚床上。接下来年过半百的陈老爷让他开了眼界，满屋的红灯笼让宋莲感到害羞，可是陈老爷的癖好让他无法接受。把灯灭了。那怎么成？我就是为了看得清清楚楚，才点这么多灯的。4院的灯亮了一宿，宋莲的嗓子也变得沙哑，幸亏急促的敲门声救了宋莲。谁敲门呀？宋莲的第一次在痛苦和快乐中度过，就是这一次让她喜欢上了这个年过半百的老头，也让她卷进了陈家后院的尔虞我诈。宋莲拿起灯笼，看着镜中的自己，她还不知道日后的宋莲会把整个陈家搅得天翻地覆。第2天一早，宋莲被管家叫醒，按照规矩，过门的新太太要给其他太太请安。大太太年老色衰，好几年没能宠幸，如今一心向佛，很少过问家里的事，只是象征性的交代宋莲和睦相处，走个过场。2太太倒是对新过门的宋莲比较热情，让宋莲感到了温暖。殊不知就是这个热心肠的女人，差点要了她的命。聊天中，宋莲得知了陈府的规矩。二姐每天晚上也是这样捶脚吧？嗨，傻妹子，这脚可不是谁想捶就能捶的。老爷要种哪院，哪院才点灯捶脚。如今又娶了你这么个年轻漂亮的新太太，二姐怕是得有日子享不着这个福了。宋莲随着管家来到3太太的院子，只见下人们忙着灭灯，只因为昨晚陈老爷在宋莲房中被3太太叫到了这里，才有幸点了灯。宋莲在2太太那知道了府上的规矩，新婚夜被3太太夺走了老爷，让2人产生了隔阂。没想到这次拜见又吃了闭门羹，为了给宋莲一个下马威，竟然让自己的儿子接见宋莲。心高气傲的宋莲哪肯吃亏，扭头就走，心里不断的盘算着怎么收拾3太太。3太太不知道的是，正是因为自己的任性丢了性命。宋莲回到房中想着对策，老妈子领着丫鬟见宋莲，没想到陈府竟然把燕儿派来做贴身丫鬟。宋莲依旧记着过门当天2人的恩怨。接下来老妈子解开了燕儿之所以敢跟姨太太叫板的原因，燕儿不待见整个4太太。宋莲也看不惯燕儿的脾气，为了惩治这个丫鬟，对她故意找茬。头上什么味儿啊？洗头去，顺便把我换下的2件衣服一块洗了。燕儿转身离开。老妈子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她的话解开了燕儿的眼睛。这时候才明白为什么宋莲刚过门，得知宋莲是4太太燕儿为什么有这么大反应。
就算老爷这次不娶，四太太也不会是你，你就不是当太太的命。原来是宋莲没过门的时候，叶儿跟来也私通，本以为自己会尚未过上又前人的日子，没想到宋莲的到来打破了叶儿的梦，所以叶儿才会记恨宋莲。叶儿边走边伤心，未解心头之恨，朝着宋莲的衣物狠狠地吐了几口唾沫。中午吃饭，三太太开始耀武扬威，仗着昨晚老爷在三院点灯，开始兴风作浪，天狂有雨，人狂有祸。正是他的今天的举动，为日后埋下了祸根。谁也没想到宋莲会将他置于死地，一身红衣服抢尽了宋莲的风头。大太太和二太太都对宋莲没有排斥，纷纷示好，唯独三太太没拿正眼看一眼宋莲。宋莲面对众人纹丝不动，在老爷的追问下的只饭菜不合胃口。按照府里规矩，只要晚上点灯，太太就可以点菜。宋莲这时候终于明白了，点灯就意味着在陈家的地位。刚过门一天的宋莲心里有变化，要想站稳脚跟，就得牢牢抓住点灯的机会。傍晚，四位太太站在门口，等着老爷翻牌。四月点灯。大太太转身回屋，三太太默不作声，心里有自己的打算。二太太笑脸相迎，宋莲开始享受二婶的服务。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宋莲感到恶心。三太太故伎重演，没等老爷和宋莲完事，就让丫鬟来叫门。宋莲不再忍让，新婚夜让三太太夺走了风头，这次说什么也要找回面子。就在老爷刚要穿衣服的时候，宋莲的话让老爷放弃了离开的念头。以后去，以后也别到我这儿来。宋莲让三太太没能如愿，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就遭到了报复。伺候一晚上老爷的宋莲，刚刚睡觉就被三太太吵醒了。循着声音，宋莲找了过去，两人的正面交锋开始了。接着唱啊！你想听？可我不想唱了。宋莲在三太太身上没讨到便宜，憋了一肚子气，回到房间，不堪的一幕出现在眼前。她不明白为什么年过半百的陈老爷有这么大的欲望。叶儿的所作所为触碰了宋莲的底线，她决定先拿叶儿开刀，杀鸡儆猴，来个下马威。宋莲因为这件事和老爷闹翻了脸。傍晚，宋莲听着三院传来的捶脚声音，抓心挠肝，用搓脚来抵御心中的欲火。第二天中午，三太太为了报复宋莲，点了一桌紫肉菜来恶心她。怎么没有菠菜豆腐啊？我倒觉得今天的菜素了。去，给我做一个河狸粉蒸肉。是。在陈家没点灯就没有话语权，姜还是老的辣。眼见争不过宋莲，转身离开，回到房间想着如何把老爷夺回来，抚摸着父亲留下的遗物，他多么渴望父亲还活着，这样自己就不会在陈家受窝囊气。这时候三太太突然来访约他打牌，如果三太太知道这次邀约将搭上自己的性命，说什么也不会招惹宋莲这个狠人。宋莲本不想理三太太，但碍于面子，还是来到了三院。也正是这次让他抓住了三太太的把柄，然后用计将他置于死地。四人打牌的时候，老爷回来，发现宋莲不在，直接走进了二太太院子。二太太院子里发出的声音让宋莲心烦意乱，无意间将牌碰到了地上。当他捡牌的时候，发现三太太竟然用脚蹭高医生的大腿。宋莲没有声张，他要利用这个发现惩治三太太，内心盘算着计划。没想到叶儿抢先撞上了宋莲的枪口。这天宋莲发现父亲的遗物不见了，房间只有叶儿来过，断定是叶儿为了报复他偷走了。经过询问，叶儿死不承认。结果宋莲闯进叶儿的房间，当他推开房门，傻了眼。好啊，你敢偷偷的点灯笼？这灯笼是你一个丫鬟随便点的吗？如果叶儿能在这次吸取教训，也不会送命。为了找回遗物，宋莲在叶儿房间翻箱倒柜，结果发现了更让他接受不了的事情。只见一个人偶，身上扎满了针，上面竟然还有宋莲的名字。宋莲在叶儿身上发泄了一番，冷静下来的他决定要把幕后的人揪出来。没想到结果让他难以置信。你不识字，你不会写我的名字。你告诉我，那个字是谁给你写的？是二太太卓云。老爷点了二太太的灯，第二天一早，卓云就来到宋莲这里炫耀，结果好悬被宋莲结果了性命。他说的话加上在叶儿房间搜出来的人偶，刺痛了宋莲。昨晚上红灯不是点到我的院去了？我跟老爷说我老了，你猜老爷怎么说？他说我要把头发剪短了就不显老了。老爷既然都这么说了，你说我能不剪吗？二太太话音刚落，寺院就传出了惨叫。原来是宋莲报复卓云，
故意将她的耳朵剪了下来，他要让二太太变成丑八怪，不死不活的折磨她。二太太被下人送往医院。这时候，三太太告诉宋莲一个秘密，原来二太太是个笑面虎，心肠狠毒。三太太刚刚过门就被二太太算计，好悬丢了性命。你别看我跟你闹，其实我最恨的是他。当年两人同时怀上孩子，卓云为了保住地位，暗地里给三太太饭里放作胎药。三太太命大，还没有打掉。卓云见计谋没得逞，竟然想把孩子生在前头，花重金买催产针。好在是他生个女儿，没能压倒三太太。三太太母凭子贵，算是在陈家站稳了脚跟。宋莲在三太太这里得到启发，假装怀孕。老爷老来得子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宋莲也达到了目的，将陈老爷从二房抢了回来，点上了长明灯，享受着整个院中最高的待遇。二婶，有人说我没本事，请不动你呢。哎呀，可不敢当，谁这么下死？您这会儿身子可金贵，您什么时候招呼，我都得来好好伺候您呢。人飞得多高，摔下来的时候就有多惨。自从宋莲有了身孕，饭送到床前，还要求二太太亲自为她捶背按摩，丝毫不把她当人看。没想到一个细节让宋莲露了馅，如果燕儿嘴严实一点，也不会被宋莲折磨死。这天燕儿给宋莲洗衣服，还像往常一样朝衣服吐口水。突然看到宋莲贴身内衣上竟然有一块血迹，他将消息告诉了二太太。卓云是过来人，一眼看出了宋莲是假怀孕，假意关心宋莲身体，实则是来揭穿宋莲。为什么要骗我？快说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也不打听打听，我们陈家世世代代都是什么规矩？你好大的胆子！滚开！老爷，您说什么？三更！阎王叫你三更死，不能留你到五更。燕儿也为自己做的蠢事付出了代价，红灯笼被飞布罩上，整个院子死气沉沉。宋莲把燕儿私藏的红灯笼、红桶扔了出来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让大太太处罚。结果燕儿在雪地里冻了一夜，被活活冻死。宋莲得知燕儿没了，开始惩治三太太。点灯、灭灯、封灯，我真的无所谓。我就是不明白，在这个院里，人算个什么东西？宋莲借着喝多了耍酒疯，将三太太私通高医生的事说给了二太太听。二太太带人将三太太在旅馆抓了现行。第二天一早，宋莲被惨叫声惊醒，知道计谋的成。看着五花大绑的三太太，内心开心的不得了。是三太太和那个高医生啊，在城里的旅馆里被二太太带着人给堵住了。二太太让人把门踹开的时候，他俩还在被窝里呢。哎，造孽呀！宋莲将燕儿和三太太解决后，开始想办法除掉二太太。这时候房顶传来哀嚎，宋莲打开房门，发现是三太太被丢进了小屋。宋莲过去想看一下三太太的下场，透过门缝，宋莲的喊声，整个陈家大院的人都能听到。宋莲开始装疯卖傻，深夜她把三太太房间里的红灯笼点亮，还打开三太太的唱片机，陈府都能听到三太太在唱戏。下人们以为闹鬼吓得四下逃窜，这正是宋莲的计划。冬去春来，陈府迎来了五太太。宋莲决定利用这个女人报复二太太。那个女人是谁呀？哦，以前的四太太。影片名叫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，由巩俐、马金武、何赛飞、陶翠芬、周琦主演。喜欢的朋友请观看原片。